好，其实呢，我们在看到世界局势在改变的时候，开始了。美国跟中国当然持续斗而不破，但现在中国先走自己的一些路子，什么意思？就是5月的时候，现在习近平确定了访问欧洲3个国家，哪3个国家呢？也包括了法国，包括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那Bloomberg 是这样写的，他说呢，他就是要在欧洲还有美国中间打入一个契子，什么意思？也就是呢，要告诉大家啦，其实我们这边能提供的经济机会比美国多。那华府这边发出了一些风险警告，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他还是愿意跟中国互有往来，甚至频繁的有往来？那其实这当中当然就是彼此之间的较劲了。就匈牙利来说，其实是中共他们在推动"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去年呢，中国已经是匈牙利最大的一个单一投资国了。至于塞尔维亚，就更不用说了，在中东欧这边是他第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甚至这一回，习近平要去塞尔维亚的一个地点，大家一直在问，这个针对意涵还蛮强的，因为这是当年被美国误轰炸的中国大使馆。现在习近平说将会重回到这个历史地方，大家就想问他会说什么话，里面指标性非常非常强。至于这一次主要的一个国家法国外长也已经说了，他们要自己强化属于自己的防务，减少对美方的依赖。这个其实呢，不就刚好回应了中方希望大家都走自己的路吗？但是美国不可能完全没有作为。美国国务院现在呢已经设了一个8人小组，要帮助盟友。盟友是谁？当然就是也包含了欧洲这些国家喽，说要包含大家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汪文斌就直接回应了，你一直在说我们对人家经济胁迫，你们才是这几年来对40多个国家来实施单边经济制裁，你们才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双方一来一往，其实呢在科技战目前打的是最热的。美国海关现在已经要加强来审查，甚至禁止中国的研究人员入境了。好，在这一局里面，双方在抢人才，在巩固自己的地域，与此同时制造业不能落掉。目前呢，美国现在他们其实一直很担心，包括了车子或者是零件等等相关的东西，中国制的进到美国来，因为他们会说那个生产过剩会影响到我们的市场。结果你看看现在呢是流行什么近岸外交，因为他们不跟中国往来，但中国会跟墨西哥往来。好，就发现了在最近啦，有好多的中国公司都到墨西哥这边来设厂了，有汽车的，也有家电的。大家开始在讲啦，墨西哥现在已经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国，那它同时呢跟中方这边也有很多的合作。虽然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中对美出口下降20%，但是对墨西哥的相关进口持续的在增加。你确定那一些通通都是墨西哥的？你确定那一些没有任何跟中国有关的零件吗？墨西哥人讲话很直接了，这是他们的前经济部副部长，他说了，地缘政治就是会带给我们一点优势嘛。毕竟美国人买墨西哥卖到美国的沙发的时候，他不会问说你后面那个是谁做的，你那个原料棉花是从哪里来的，他不会问这么多嘛。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基本上大家没在管。换句话说了，车子现在很多在墨西哥做的，以后会不会卖到美国去？美国人会不会因为是墨西哥来的就不买？这个其实又是另一场经济战争。回过头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您怎么样来看？习近平现在呢要去访欧洲3个国家，大家的讲法就是欧洲跟美国中间，中国要在中间空出一点空隙。因为欧洲总是一个开发的非常的应该讲科技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大陆当然是在全世界都要发展它的关系，像中亚啦，像拉丁美洲。可是这些国家实在没有办法跟欧洲相比，因为欧洲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有中国大陆所需要一些科技也有它需要的一些的商品还有最重要还有它的市场。所以这个是除了美国以外，它最重视的一个区域了那为什么是法国呢？因为这刚好大家一拍即合了。因为法国人对美国人本来就是不是很爽，这从戴高乐开始，
戴高乐是一个设立一个流亡政府，在伦敦2次大战期间饱受丘吉尔的这样的一个羞辱所以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印象不是很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兰西也是另外一个民族嘛在欧洲土地上大家也相争很久嘛，所以2次大战以后，你看本来这个北约的总部是在巴黎，戴高乐把他们赶到，后来到了布鲁塞尔戴高乐自己要发展核子弹要走自己的路线，国防自主等等像现在的这个法国的总统，他以前也讲我们欧洲要建立自己的武力不要过分的依赖美国，这个正是中国大陆所要的，因为这些欧洲如果没有法国的声音的话你像英国啦、德国啦，这几乎都是靠拢美国，那会让法国非常的孤独非常的这个在国际上影响力非常的巨大。所以你只要看一些数字就知道，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一个商品，空中巴士好了。2019年3月，中国大陆他们宣布要签约买300架的空中巴士。到了2022年的7月，3家的国营的民航公司又宣布要买292架的高达370亿美金的这个空中巴士。那你相对来看，波音是怎么样？从这就看出中国大陆跟法国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的消长嘛。波音2018年到2022年，中国大陆只下订单下了25架波音，而且这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货机2023年呢，也只有香港的，它有一个叫做 Greater Bay Airline， 叫做大湾区航空，买了15架737 MAX。这里面当然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你自己波音不争气嘛，你的飞机频频出事嘛，所以你要中国大陆跟你订的飞机，它也不要你交货嘛。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是政治外交因素在里头。是，显然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法国就是我一个很重要一个棋子，在欧洲，这个就是我一定要跟他维持最好的关系。那可是他有没有收获？也有。你看空巴在中国大陆建立非常大的后勤基地，对，让中国大陆学习很多，所以中国大陆开始可以造自己的飞机，跟空巴在中国大陆的某种程度的协助是有关系的。所以也就是说，但是另外2个国家，你说南斯拉夫，这个塞尔维亚就是南斯拉夫嘛，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建国以后就跟他关系非常好嘛。另外一个是匈牙利，这个也是跟俄国关系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国家。坦白讲，中国大陆在欧洲还是单薄了一点。你看他这次的访问，如果你去的不是只有法国，你也到荷兰，譬如说3月的时候，荷兰总理不是来访问吗？是对不对？然后接着法国总统来，接着肖兹也来嘛，刚走嘛。对，如果你能够也去荷兰，也能够去德国，那个整个你在法国的影响，在欧洲的影响力就会变得更大了。不过不管怎么讲啦，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它的外交就是有它的灵活度啦。我们大家都已经把中国大陆当作它就是个战狼外交，中国大陆很僵硬什么的，跟俄国一样，它不一样。你看它经济的发展就比俄国要灵活很多，它外交上也是一样。所以习近平不是我们很多的台独的朋友们所想象的，这个人很笨，这个人很僵硬。你看他有他的灵活度，所以他最近也是外交上全面的出击，就是要突破美国外交上的封锁嘛。是，其实呢，讲到灵活度，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张婷司令了。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习近平这次要回去那个被美国误轰的大使馆，大家就想问，这几十年来大家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每次只要一到了相关的日期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敏感。那现在中美关系又是这么样的一个紧迫的一个状态，他要重回这个历史地，大家很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对，这是因为氛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那时候炸那个南斯拉夫的，在贝尔格勒，那个贝尔格勒现在是塞尔维亚，贝尔格勒的大使馆，美国派了一架 B2 的战略轰炸机，而且逆中的去炸，打了5枚的飞弹，5枚命中3枚，所以就把它贯穿下去，误了3枚，然后当场炸死了中国大陆的3位记者，然后伤了这个几十个人，那其他人都重伤、轻伤的这个样。后来美国总共赔了3200万美元，因为包含大使馆，你整个要修复，整个修复的金额也包括了这3位的记者，还有这些受伤的，赔了
$450万是这样子。那我认为这个是误炸事件，就是误炸，这很清楚。这一次习近平他过去，这因为这发生的事情是1999年的5月7号到2024年的5月7号，刚好满25年，刚好1/4个世纪。是。那这个时候1/4个世纪拿去，咱们就评调一番，有点凸显。因为最近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氛围，我们知道前一阵子那个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个气氛也不是很好。那现在的话，过去的话也做个评调来凸显当初因为美国误炸，然后现在的中国站起来了，所以你看他这一次特别说一定要去那个大使馆，然后这边把这个事情做凸显。那个时候被美国硬压的打，被美国欺负，但现在中国大陆是挺起来了，在经济发展、在军事上都到达一定的程度了，他现在可以利用这些时候，可以，我们讲可以做一个梗，我们知道。当中国大陆跟美国氛围不好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一次的时候，韩战是就特别纪念韩战呢。为什么？因为韩战的话，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是参战的一方，而且是抗美在这一方面。所以在因为韩战爆发是1950年，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特别强调然后后来说韩战告一段落，因为韩战到现在还在休战状态，并没有完全停战的，这是休战。在2023年又再提一次，我说那时候是因为韩战的关系，只要是美中气氛不佳，韩战很容易被提出来。那这一次刚好贝尔格勒又被提出来，我们看出来这它都有之间的这些因果的关系。另外，我们也讲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离岸贸易，就是美国跟墨西哥跟加拿大之间，我们的这个美墨加拿大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他们有签。所以从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是在税制上是有优惠的。那现在中国大陆很简单那到墨西哥去投资就好了，跟墨西哥人合作，墨西哥缺的是资金，然后中国大陆资金进去，那这个中国大陆的资金跟中国大陆机器设备进去，然后再揪中国大陆的管理人才，然后利用是墨西哥的土地，然后盖墨西哥的厂房，然后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产品过去卖就直接就卖到往北边一送，就是美墨边境嘛，一送就是送到美国去卖了。有地理之便，交通都省了。那这样子，换句话说，然后分了利润，那个中国大陆跟墨西哥来分嘛，变成这样。所以现在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大陆，是跟美国最大的贸易国是墨西哥，第二个是加拿大。现在中国大陆把它跑到第3了，因为贸易战嘛，经济战嘛，还包括金融战，也包括智慧财产权的科技战，所以氛围不佳。那么中国大陆转个一手，反而更近。是我们请教一下左老师怎么看？好，其实我们这里头看到就是说习近平访问的这3个国家匈牙利是最特别的一个国家，是因为在整个中东欧3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关系最好，一个匈牙利，一个塞尔维亚，另外一个希腊那当然，因为现在“一带一路”计划里头，现在有一条铁路要从贝尔格勒拉到这个布达佩斯，所以这2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跟这个匈牙利都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参与国。匈牙利武契奇就是塞尔维亚总统，去年还去参加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不过，为什么特别谈到匈牙利呢？第一个，中国大陆在这个欧洲的投资很多都在匈牙利，包括像华为啦，以及未来比亚迪这些，就是它的高新科技，它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旗舰式的产品会在匈牙利看到。第二个，因为匈牙利也是在整个欧洲里头、欧盟里头，就是跟俄罗斯关系最亲的。那也是在这个欧盟要制裁俄罗斯里头，它是在很多次它都是公开反对的。那因此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匈牙利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国家那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大家比较忽视的，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奥班，他是一个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个保守派的政治人物呢，其实在西方国家是有很多他的这个理念相同的人，比如像说荷兰的自由党啦，比如像美国的川普啦。那奥班他已经公开表示说他支持川普所以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就川普保守派看起来是反对移民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说要跟中国大陆要这个对抗的，可是呢他又是有这么一个人物叫做奥班，他跟这个习近平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扮演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这就成为中国大陆去影响欧洲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就是访问匈牙利当然是可以反映，就是中国大陆在欧洲在整个西方国家阵营里头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朋友。第二个就是未来中国大陆的投资也会成为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
像连结跟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德国本来去年提出来说，就是《华尔街日报》去年揭露了说，德国正在制定新的投资审查法，未来要加强针对所谓特定领域，比如像量子计算啦，或者是半导体啊这些领域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啦，以及跟中国大陆研究机构的合作，像这些领域的这些科技合作或投资，都是要严加审查。但是目前好像又传出来新的消息，就是这个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好像目前这个想法要搁置了。为什么？因为德国希望引进中国大陆的投资，法国这一次也是希望说中国大陆有一些尖端科技能够到法国去投资，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现新一波中国大陆的投资到欧洲去。那当然，匈牙利就是一个样板跟跳板，因为很多公司已经在匈牙利有投资了，所以匈牙利扮演的角色就会更加的重要。是，其实呢，现在大家都在问美国呢，美国的角色是什么？美国基本上他现在一直希望把他的角色找回来，特别在中东这边，看到布林肯半年来第7次来到了中东，现在是先到了沙特阿拉伯来开会，讨论什么？讨论以哈战争之后加萨的治理计划。每一次来呢，大家都问你来做什么？走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完成了你想要达成的预期目标？因为现在其实不是美国而已，也开始发现中国出手了。好，中方现在呢，他们是直接把哈马斯还有法塔赫这2个组织领导全部找到北京来说，你们两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团结起来？因为大家都是跟巴勒斯坦的未来有关，必须要团结。好，过往呢虽然都是巴勒斯坦，但是两边不同的治权，所以呢大家理念上面可能没那么合，现在在北京这边开始谈团结。那大家也想到了，当时呢，在2023年，北京确实就有办法在中东这一边，让2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沙特阿拉伯还有伊朗两边和谈，甚至复交。那现在呢，会不会再下一手？美国当然是不能够让中方专美于前，他们现在释出的是，我们要让沙特阿拉伯还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布林肯甚至还说，我们是挂包紧，会给你安全保障。毕竟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如果他真的是要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虽然这件事情在所谓的加沙走廊战争之前就已经在谈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再要来谈，穆斯林兄弟真的都不会说话吗？他们肯定也是有相关的压力的。好，布林肯就直接讲了，有关于加沙走廊的战争啊，我是这样觉得。他说，是不是我们就接受以色列非常慷慨的休战提议？因为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觉得目前呢，以色列这边他们已经有讲说，尽快的来跟对方来进行相关的和谈，最主要就是要保护他们的以色列人质。但哈马斯就是觉得说，现在呢，他的重新提案，其实我们未来几天要再做回应，因为我们内部需要再讨论一下。现在大家开始在说，他们在沙特阿拉伯这边开始开会，也开始呢希望能够促成更多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某些层面上也是因为过往传出沙特阿拉伯开始要跟中国买武器了，以前呢总是要买武器要找美国，现在说要买中方的052D， 所以传出美国开始从中作梗，来这边开会不只是跟你开会而已，他还要跟你讲说，你要买052D哦，不要啦，我跟你讲，西班牙的船比较好啦，有没有可能最后就直接把这个驱逐舰的合约给西班牙了？现在大家开始在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至于在拉法这一边，大家也想问，如果说你真的是来协调，有没有办法把加沙走廊的局势给按下来？好，拜登呢说跟以色列这边通话了有1个小时，那目前呢他们再一次的对以军有所指控，开始在讲的就是是不是其实美国也开始对以色列有施压，有在出手了。毕竟呢，巴勒斯坦目前总共在战争之前200万人，已经现在是有将近50万人就在拉法。如果你真的是攻进去的话，不得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没人敢想象。美国也会害怕，
担心后续会不会他也必须要扛。以色列现在呢，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停火的，所以呢，他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埃及这边来参加谈判。哈马斯呢，现在也有人去埃及，有讲说呢，他们会再提出书面相关的回应。但问题就是，如果说美国出来没搞定，那埃及真的能够妥善处理完成吗？毕竟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中东这一边到底谁能够完全把事情瞧好来？那未来在这边是不是谁说话的声量、话语权就会再高一些些？战争不是只有在加萨走廊这边进行，俄乌战持续在进行。最新的一个指控是说，北韩你也在其中，因为被发现了，说乌克兰这些飞弹碎片里面竟然有北韩的相关原物料，那这不就是明显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武器禁运令吗？他们开始在问，所以咯，你就是有向俄国来运送武器来对付乌克兰咯。同时呢，他们也想问，中国真的跟这些都没关系吗？因为他们说，透过卫星图有发现，满载着北韩武器的俄罗斯货轮就停在中国的港口。好，对此呢，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直接回呛，说那一些呢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或者是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我们跟俄罗斯之间交朋友，轮得到你来插嘴吗？我们跟俄罗斯之间有做什么样的一个民生物资，或者是这相关的物品买卖，轮得到你美国来说法吗？他们就开始说了，这一切依法进行。回过头请教玉芳委员怎么样来看？好，因为呢，其实在中东这边的局势是大家最在意的，毕竟以色列一直说要攻拉法，攻进去不得了，布林肯赶紧先来中东，但问题是，他瞧得下来吗？他瞧不下来，他也要硬瞧了。因为对拜登来讲，他现在晚上最不好睡觉的就是看到电视上那些学生，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学生在抗议。对，现在的民调，你看 CNN 的最新的民调出来，看得出来，对拜登支持度最弱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没有传统一些的包袱，那他们比较有正义感。你每天杀人杀这么多，在加沙这个地方，以色列，那这个炸弹也是你飞弹，这些都是你美国提供的，所以他们当然把这矛头指向这个拜登政府嘛。那这个示威如果继续闹下去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越战期间那种大型的示威，几万人、几十万人就可能要重现了。那拜登现在民调输给这个川普的。川普这样子翻案累累，结果他还民调还输，那个拜登还输给他，所以拜登是不是害怕？那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影响他得票的这个加沙走廊这个问题要把它处理掉，所以他对以色列要下最大的压力下去，在这里。那这里当然就是因为大家也有矛盾的，因为加沙走廊后面主要支持力量是伊朗，可是沙特阿拉伯他们信的是逊尼派，这个伊朗相信的是这个什叶派，所以大家有那种宗教派系的也有斗争的问题。虽然中国大陆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让他们复交了，不过美国整体来讲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比较想要讲的就是说，沙特阿拉伯可能最后就决定不买这个中国大陆052D 这个战舰了要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巡防舰了哈。这样讲，其实1980年代，你知道，中国大陆就把弹道飞弹就卖给沙特阿拉伯了，所以沙特阿拉伯跟中国大陆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你像无人机，他也支持他，协助他，包括核能的一些的研究这些，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呢，沙特阿拉伯终究他还是需要美国的协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真的超强嘛。那美国为什么要推销这个西班牙这个卡赞级的这个巡防舰呢？你知道这个军舰上面有2个大型的涡轮燃气的涡轮是记忆公司的，是美国的，叫 LM2500。雷达是雷神公司的，雷达。战斗系统是神盾战斗系统。你买了西班牙这个这个船，除了船壳是你西班牙造的，里面最精密跟作战最直接有关的这些东西，几乎都是美国的厂商提供的。所以美国当然要这样做也在美国协助之下，譬如像挪威啦，像澳洲也是买西班牙这个卡扎的这
这个巡防舰，所以这个是很可能会出现的啊。这个就是说，真的会把052D 的这个战舰可能就放弃了，改买这个西班牙这个巡防舰。好，所以中东局势的改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后军事订单，而且是大笔订单的改变。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刚讲一下中东这边，其实呢，美中角力已经持续在发生了。来请教司令。对，我们可以知道，那个美国在这个以巴冲突里面呢，美国没有站在一个平衡者的角色，也没站在一个调纵的角色，是在偏袒以色列。他连续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动用了4次的否决权，就是为了挺以色列。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漠视以色列在南加萨、北加萨的这个滥杀无辜。现在他们已经这个巴勒斯坦死了34000多人，受伤了将近10万人。那个美国在这一方面，美国没表示意见了。那换句话说，太过度挺以色列。第三个，美国没有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也没有实施经济制裁。那其他国家怎么看？那美国现在大学校园风起云涌的在那边挺巴勒斯坦啊，是这个样啊。我们不要去讲说反犹太人或反以色列，最起码他们在挺巴勒斯坦。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美国在这方面的角色，它有点失当，就是说没有把握的很好，没有做得很好，做得太超过了，没有站在一个平衡的角色，这是美国的失当的地方。因为我们看看，就是讲北韩这个武器，它去支援俄罗斯，北韩呢、如果是武器不卖给俄罗斯，联合国还有美国没有做任何补助，他如果不卖，那你有没有补助？有没有给他做相应的补贴补助？没有，那要干着那个卖给俄罗斯嘛？卖给俄罗斯。我们可以知道，俄罗斯还帮那个北韩发展太空科技，发展军事人造卫星。你卖武器送我，我就帮你发展这些。那刚好两个相得益彰，有好处干嘛不做呢？所以北韩他也在打他的算盘，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二个，我们知道武器都要推陈出新，你旧的一直放那边，你都变成库存压力。哪一天的话，未爆弹爆起来怎么办？他把这个旧的批号，这个蠕动飞弹也好，大浦洞的飞弹也好，还有这个火星的飞弹老批号的，刚好卖给俄罗斯，俄罗斯刚好推到乌克兰战场去消耗，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自己推号仓储就空了，空了之后新的再进来，要不然你要不断的盖，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火药、这些弹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你要库存，你不能露天存放嘛，你要盖那些弹药库，又是一块压力。好，你刚好你这个时候俄罗斯需要用在乌克兰战场，那刚好过去这样的，它同样它可以做铁路运输，因为他们之间有接壤。问题是铁运的这种量比较小，那船装的多，运的多，是这个样子，所以拿轮船运，很容易被追踪。因为铁运它那个下面那个车皮一包起来，你不知道里面运什么，运货物、运农产品或运的其他东西，运这个工商、这个工业的这个原料，你也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船运就很容易被追踪，你一直再去哪里就会被追踪，是这个样子。所以的话，他被抓，但是北韩一般来讲，他不会买美国的账或其他的账，他还会做他的，因为买其他人账没有好处，卖给俄罗斯有钱赚，有钱赚的生意干嘛不做呢？所以北韩他打的算盘是他赚钱的算盘。是我们先进下广告，等等回来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邀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好，现在看起来以哈会谈呢，目前出现了一丝这个阴霾，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军方的电台刚刚有这个宣布说，以色列目前不会派代表到埃及去，因为哈马斯的代表在埃及嘛。那本来就是双方，这本来是今天以色列代表要去埃及，然后双方就要谈这个和平的方案，但是现在停火的方案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以色列已经说他要等到哈马斯有正式的回应，他们才会出发啊。那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第一个两件事情，第一个，以色列内部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人质交换呢，他在第一波的安排里头，哈马斯只会释放出40个人，因为目前还有130个人在哈马斯手上，所以这个在以色列内部能不能过关？
第二个就是如果以色列释放相当数量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囚犯，那这个以色列的内部的这个鹰派的人士能不能接受？所以这两个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以色列最后能不能签下去。但是当然，以色列也有它的压力，外在的压力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要这个逮捕部分以色列政府的高层，所以呢，他必须要创造一个整体国际的氛围，说以色列是在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那只是说哈马斯为什么不接受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嘛。因为哈马斯认为说，你现在这两个方案，你这个方案是2个阶段。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天很多人出手了啊！为什么日币激烈震荡啊？今天看到的是日币对美金急贬急拉。那现在呢，基本上很多台湾人喜欢去日本玩，今天都有出手，因为现在换日币金价无差。日本这边他们已经开始也出手了，他们的财务官说，对于投资性的汇率波动不容忽视。换句话说，是不是他们要开始来进行干预呢？他们说有可能，所有的应备准备，他们都会随时采取行动。其实现在刚刚好，即将迎来的是对岸的5·1长假。那这一波5·1长假，对岸很多人去日本玩，甚至呢人数现在已经热到什么程度？热到微博上面都已经往前冲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现在去日本玩，你要是买名牌包哈，那个差是差到像打8折一样，所以说一夕之间，日本变成了购物天堂，直接冲上了大家要问的。日本物价为什么突然暴涨呢？大家开始在讨论说，到底为什么现在日元贬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到底是他们自己要贬的，还是被要求美国老大哥要求他要贬的？好，其实后面大家都在问黑手是谁？为什么会这么说？主要的原因还是失守到160块钱，哇，这一跌是等于已经跌到了岸田文雄这个当年2022年上台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汇率了。而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要救日元几点啊？因为他先前还是有在买美债嘛，那他可能抛美债买日元。另一个呢，则是完全结束印钞来购债，开始又要进入通缩了嘛？过往他们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希望刺激民间的消费，现在有没有可能又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现在大家就开始在问啊，为什么先前他会一直放手不进去干预，让他一直的往下走？是不是真的有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压力呢？好，目前呢，他们说了，因为他们日本人本身都已经在抱怨，在 complain 说日币别的让他们连出国都不行了，只能够在日本本地玩，因为去到其他国家会感受到那个幅度差太多，剥夺感很强烈，所以他们必须要开始来进行干涉。而也因为日本这几年其实经济有一些的复苏，但还不是那么样的强劲，结果大家就发现了，以前在日本，大家去日本会买家电，现在在日本竟然在他们的家电行里面发现很多的 Made in China， 什么意思？这个是中国的企业，现在说他们正在靠产品力跟价格力撼动日本家电市场。日经就报道了，说现在呢，其实进到了他们的 Big Camera 里面，很多人去到日本都会去 Big Camera 买东西嘛，买家电嘛。以前呢，你可能看日本牌，但现在进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70%的产品通通都是中国厂商生产的，比如说啦，海尔的冰箱啦，海信的洗衣机啊，竟然通通在里面都看得到啊！因为相对的价格比较便宜，相对的 CP 值高，甚至现在有很多日本人也开始尝试买大陆制了。大家开始在问，过往当年邓小平他直接来到了日本访问的时候，他是干嘛？一个搭新干线，因为他觉得交通很重要，运输很重要。另一个是什么？参观 Panasonic 工厂。过往是这样子认为，必须要对着日本他们厉害的标杆直追。而现在曾几何时，日本人也开始买起中国制家电。大家也开始在问了，其实中国目前在科技以及在家电业等等的市场确实越来越大。比如说啦 ，OLED 面板现在市占率已经呢变成了第1名了，超车过往大家认为的韩国厂。好，
目前呢，韩国厂46.6%位居第二，日本厂的市占率，中国面板厂的市占率是已经超过一半，53.4%，家电科技遥遥领先。另一个部分则是在军事上了，经济上面彼此之间有所较劲，军事上看到他们的福建舰开始移动了，可能之后就要开始进行第一次的海试，拼的是2026年会投入解放军的海军服役。那当然啦，在这个海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会进到服役的状态，因为它还有各种的东西以及各种的人员跟装备必须要进行测试。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在问003加入之后，整个战略局势可能不同，包括今天竟然看到了蒙古不让美国在他们那边设基地，竟然是跟中国进行第一次的陆军联合训练。过往中国跟蒙古呢，你常听到他们有一些的不是那么样的和，现在竟然开始做草原伙伴2024，还是派出营级规模的兵力去那边参与训练。大家开始在问，现在为什么蒙古这边开始有些变动，有些松动了？而目前也看到他们的空军实力已经陆续增加超过了3000架。美国印太司令就说了，3000架已经是世界最大，在数量上头是世界最大，海军在数量上头其实也是世界最多。那陆海空现在大家觉得目前的全球军事实力应该要如何再次来评估看待？请教玉芳委员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经济层面来好了，因为日币现在对美金呢是急贬急拉，很多人今天在换日元，那也有很多人说日本其实已经出手。其实这是日币为什么会那么弱，美金会那么强呢？因为他们国家的这个中央银行的政策不一样。美国现在是怕的是通货膨胀，他们物价上升的非常厉害，尤其这是大选年啊，你这样子，现在民调就显示出中低收入户这些人对拜登的经济政策非常不满，他认为东西变得太贵了。那日本刚好相反，日本基本上他们还是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说，他如果银行走高利率的话呢，像美国这样走高利率的话呢，那消费就会受到打击。因为美国怕的是通货膨胀，日本怕的是通货紧缩啊。所以他们的用的那个手段就要不一样。怕通货膨胀的，那你就把利率要提高，让钱回到银行去。怕你通货紧缩了呢，你的利率就要降低，让钱可以流到市面上来。所以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一个结果呢，强弱附件，那你当然就有利差。那很多国际的这种专门靠这个货币赚这个利差的这些大人物们，他们当然就买美金丢日币吧。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其实也没有以前那样子的好。所以人家呢就对这种钱呢流往美国去买美钞的这样的几率又变得更加的大。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好解决了哈？当然这个也刚刚也讲到说，这个好像经济的问题嘛，就是中国大陆的货品在这个日本好像也销得不错，在南海销得不错。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跟利率这些大概有关系了哈。就大陆的产品坦白讲，品质以前是不好，可是价钱低廉。现在钱相对来看也低廉，可是它的品质变得不错。所以你像日本、南海很多年轻人，他们收入没有那么高，可他们还是要用化妆品啊，要买电器品啊，那他们就宁愿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还有大陆的电商，那全世界10大电商，跨境的这种电商，10个里面第1名、第2名，好像还有第4、第9、第10名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是有助于中国大陆的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国的这种销售。那当然了，这就进一步的打击了日本，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日本，打击了日本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外销的能力。而且他自己国内连他自己的人都买一大堆中国大陆的化妆品觉得中国大陆化妆品有创意、便宜，而且呢很大胆，所以年轻人呢他就敢抢先他们就敢使用。
所以日本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你外销也不是那么理想，那这样子的话，日本经济当然就会变得更差。你变得更差，那你的利率要提升就更难了。对。其实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想要请教一下左正东老师了。原因是因为从经济到军事，基本上你在讲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是看政治、军事。那你怎么样来看？目前此消彼长。基本上现在日本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说本来以为这个货币贬值它会出口增加，但是目前以这个各方面的数据来显示，日本的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这个趋势并没有被扭转。事实上，日本呢在2022年、23年都是这个贸易赤字。那这主要当然除了就是受到这个出口没有想象中成长的那么快之外，还受到一个因素影响，就是因为这个能源价格上涨。这个食物价格上涨，使得日本的这个通货膨胀，就使得日本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数量，进口的这个价格上升，这些都使得日本反而面临了一个这个就是贸易赤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日本在去年已经被德国超车，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它本来是第4大经济体，本来是第2大，然后2010年被大陆超车，2023年被德国超车。所以日本其实是有这个危机感，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日元的这个贬值啊，所以日本现在其实过去10年前安倍时代希望能够刺激这个所谓的这个价格成长，所谓通货膨胀，因为日本之前是苦于这个通货紧缩，所以现在终于实现了通货膨胀了。可是这个通货膨胀来的呢，也是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呢，其实并没有，虽然使得它就业人口那就业率上升，然后失业率下降，但是也因为它这个货币贬值啊，它并没有因此吸引到太多的外国来的就业人口。所以它本国还是面临到一个劳工短缺。那当然，所以日本可能很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它在所谓政治大国的这条路上能够有进一步的突破，或者它在军事工业上能够有进一步的成长所以包括它现在要跟美国提高这个美军在日本的这个位阶，以及它在美国军工生产上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它未来的这个武器的出口，这个大概是未来我们看到日本可以再进一步就是会有所改变的地方啊。但整体来讲，它的这个实力要上升，我看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能够让制造业回流。其实它面临的问题跟美国有一点像，但是因为美国还有很强劲的服务业、金融业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这个掌控权，所以使得美国在这个高科技也好、金融业也好，那其实它都是居于绝对的优势。日本没有这2块所以他现在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制造业能够让它进一步的回流，因此台积电到日本设厂，就对日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注意。日本现在要进一步就是发展它的这个半导体，那除了台积电之外，他现在也这个已经邀请了这个三星到日本去设厂。但是现在日本，我看它这个半导体所面临到的另外一个潜在的挑战，就是说，虽然它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的基础，它也有很强的这个科技的基础，但是呢，它这个发展太过分散了。比如像它自己的这个公司，是放在北海道，它自己的本国的公司，本国的半导体制造商是放在北海道，然后三星呢是在横滨附近，那台积电呢在熊本，那么这2个都是做这样子的安排的情况下呢，你要如何产生它的这个聚集经济的效益、规模经济的效益、就是范围经济的效益？这就很显然就是我认为这是日本下一个必须要面临挑战。那当初我们发展半导体就是集中在新竹嘛，是那从新竹再慢慢向外扩散。日本现在要吸引制造业回来，必然要创造一个生态链，它必然应该要先选择的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从日本现在的布局里头，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恐怕还是欠缺的。好，其实呢，现在在讲国力的部分，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司令了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了福建舰开始移动，要开始进行海事，然后又看到了蒙古现在竟然是不让美国进去，让中国跟他们一起来做陆军的联合训练。这其实在地域上头，从右边到左边开始有一些变化。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福建舰它现在它是属于上海江南造船厂所制造的，它已经达到这个它的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条件了。那现在就要做
做海事。海事的话，看它相关的仪装这些设备在海上来运作有没有问题。要真的就要出海，它有画个演习区这个整个演习的时间是8天，8天在这个地方呢，它在这种活动做一些测试。等到测试完毕之后，它就要可能飞机就开始要上舰，要完成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之难，它只是小兵力在运作，要这个样子，这个才能够说它这个福建舰的整个弹射的系统，还有它降落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捕捉钩，就是拦截的钢绳有没有问题？整个的运作，从起飞到落地，空中的管制，还有其他的这种编队护卫舰等等，有没有这方面的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跟条件？那就是变成完成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都成熟了，安全系数也提升了，到达一定的保障的水准，才再完成全战备阶段。全战备阶段的话，才能够完成，就我们讲的成军了，那可能是2年后，因为这过程蛮长的。因为要一个成军，它不是说立马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它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这个它有它的一个程序，还要经过验证，是要这样，还要经过管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福建舰它出来了，表示说它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在完成相关的这种测试。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到这个蒙古，它在蒙古的。在这个北边是俄罗斯，南边的话是中国大陆，它就2个国家。全世界除了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可以打蒙古之外全世界另外193个国家没有国家可以打蒙古。因为你打蒙古要经过俄罗斯会让你进去打蒙古嘛，要不然你像中国大陆，你要先打中国大陆才能够打蒙古它包在这里面，它就夹在2个中间。那蒙古也没有，它地广人稀，蒙古156万平方公里，是大概40个台湾那么大。但是蒙古人口很少，蒙古才360万它都是草原嘛。所以今年的话，我们讲到的，今年是2024这个草原的联合演习。那去年的话，边境演习也是2023边境演习在蒙古，因为蒙古它人非常少，360万，它的军队非常少，军队只有3万多人。那3万多人的话，可以抵挡俄罗斯吗？可以抵挡中国大陆吗？他就不要，他的军队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军队。他也没有什么敌人，那个北边的俄罗斯跟南边的中国大陆也没有其他的国家敌人。那美国想要跟蒙古合作，先天条件不成熟。美国的所有的军人，他军机怎么去穿越？他要穿越到俄罗斯领空吗？不可能，俄罗斯不会给他，因为美国跟俄罗斯搞得很僵。那他要取到中国大陆去蒙古去落地吗？也不可以，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航权一做管制，美国的军机也没办法落地。那海上蒙古没有海军，蒙古不靠海。所以你空军、海军都不行，那路上更不行了。那路上全世界只跟这2个国家接壤。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蒙古它是相对安全，但虽然因为它南边、北边都是军事大国，它相对安全，别人拿它没办法。美国想要到蒙古去，倒是为了在那边有驻战情报点，可以收集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情报。但是问题是，它已经跟中国大陆有这方面的军事上的合作，而且这一次的规模，草原联合演习是陆军为主，而且是营级的规模。蒙古来说，营级的规模算很大了，因为它的编制非常小，还包括空军，因为蒙古没有海军，蒙古的海军的人数只有7个人，那只是个代表，他们没有靠海嘛，他编制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军事上的交流要海军，所以他编制7个，他没有船他只有可能那是河上的这些游艇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他有这个先天条件的限制。